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今年主流的影像旗舰几乎都冲上了1英寸主摄，传感器大，当然带来更具优势的拍摄能力。也有一些厂商另辟蹊径，例如刚刚发布的努比亚 Z50S Pro 就主打特殊的主摄焦段。话不多说，马上和 Tiger 一起来盘。先看外观，整机走的是硬朗风格，比较方正， 8.6 毫米厚，228克重量，拿手上还是挺有分量的。乍看之下，还以为努比亚在机身上玩起了双材质拼接，就像 vivo X Fold 2那种素皮玻璃拼接设计。但是我要说但是了，努比亚 Z50S Pro 的背面大概1/5是磨砂玻璃，剩下4/5其实是独特的小牛皮玻璃。没错，虽然看起来和摸起来都很像素皮，但实际上这部分也是玻璃材质。也就是说，在一块玻璃上做出了两种效果，这操作确实有意思。两种质感碰撞，加上居中的大圆影像模组，一眼看上去就很像当年的宾得 H90， 有没有？除了我们手上的黑康，还有卡其配色，以及一款白色的时光之镜。只不过这个影像模组吧，感觉直接做成黑的会不会顺眼点？看看努比亚 Z50S Pro 的重头戏影像，5000万像素主摄，35毫米焦距，1.49英寸传感器，支持 IS 光学防抖，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，支持 2.5厘米微距，800万像素长焦镜头，80毫米焦距，支持 OIS，35毫米主摄。这个差异化，努比亚已经玩了好几代机型了。这个焦段相比常见的23、24毫米，确实更接近人眼视角，构图舒服很多。假如不能理解的话，可以打开自己手机的相机，调到 1.5 倍，大概就是那个感觉。另外，努比亚还给主摄加入了定制的 1G+6P 镜片，有效改善紫边的情况。成片风格对比度偏高，拍人文会比较合适。氛围感这块拿捏的死死的，夜景算法也进行了优化，实际体验下来，细节呈现相当清晰，这点确实可以给个好评。努比亚 Z50S Pro 在发布时宣传的最用力的就是超越1英寸，甚至预热阶段就直接拿出小米13 Pro 和小米13 Ultra 进行同场 PK， 实打实的正面硬刚了。可能不少小伙伴要纳闷，这 1.49英寸是怎样吊打1英寸的？原来是把1英寸主摄才切到35毫米，再和努比亚的默认35毫米输出进行对比。从理论上来讲是没毛病，但假如我拿小米13 Ultra 的65毫米长焦和才切到65毫米的1英寸主摄对比，这个情况下，小米13 Ultra 的1英寸主摄的等效进光量也是比不过小米13 Ultra 的长焦。那能不能说 2.51英寸的 IMX858 超越了1英寸？只能说一般人不会这样比。另外，努比亚也打出了业界最大的主摄进光量的口号，原因是镜头的通光孔径高达 5.21毫米，比起有上面的4毫米 Plus 的通光孔径都要大点。但有一说一，这孔径确实很大，但进光量也不能只看通光孔径这个单一参数。35毫米主摄其实是个挺好的方向， G50S Pro 的主摄能力也很强，但这波吊打有伤，只能说角度很刁钻。手机的正面是一块 6.78英寸 EMOLED 直屏，2800×1260分辨率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1.5K， 还有452 ppi， 120 Hz 刷新率，1000 Hz 瞬时采样率。这块采用京东方 T9 发光材料的屏幕还支持2160 Hz 高频 PWM 调光、全局 DC 调光等特性，算得上国产屏里比较优秀的规格了。5100毫安时电池加80瓦快充，旗舰续航王牌组合上阵，再搭配上零吸省电技术，日常中度使用可以达到 37.2 小时，在仅有 5% 电量的极限情况下，还可以待机高达6个小时，或者连续电话、语音电话30分钟，彻底远离电量焦虑。处理器用上了第2代骁龙8领先版，这颗芯片在之前的红魔 8S Pro 上也用过，可以理解为骁龙8 Gen2 的超频版。实测安兔兔跑分161万，这成绩能排上当前旗舰的前列。老规矩跑一波原神，须弥城跑图半小时，平均帧率为 59.1 fps， 而且几乎没什么特别严重的掉帧。更难得的是平均功耗只有 5.5 瓦，这对一款旗舰机来讲拿捏的挺优秀。另外还有 X 轴线马达、红外、NFC 等配置。12+256GB 3699元，直接去掉了512GB 的版本，只给了1TB 大存储。
另外白色的要比其他两款贵1版。还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，256GB 是 UFS 4.0， 但 1TB 是 UFS 3.1。日常用可能感知不强，但跑一些大型游戏的加载时会稍微吃亏点。整体来讲哈，努比亚 G50S Pro 从设计、性能、影像来讲，都是一款比较有意思的机型，特别是小牛皮玻璃的质感，确实挺牛皮。抛开超越1英寸的争议，这颗35毫米主摄的表现也还是挺亮眼的。虽然不是没有槽点，但3999元能买到 12GB 加 1TB 的旗舰，还有什么自行车？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大家对于努比亚 G50S Pro 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